王一博因此又新增关注，是一位职业参演家蒂姆·奥尼尔，一位知名攀岩爱好者和公众演说家。王一博，你是真的酷，是真的爱攀岩。朋友圈逐渐扩大，从全世界各种攀岩地路过，给我们分享的同时，还带我们领略大千世界。王一博重回内娱微指破亿，在结束探索新晋海外拍摄录制后，参加巴黎高定时装周后回国。昨天，王一博就参加了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获多家主媒道道。与此同时，王一博主演的电影《无名》宣布重映，一时间掀起一股叶先生热潮。据悉，王一博微指单日大涨 61.35%， 达到 1.18 亿。这超高的人气，不愧是顶流中的顶流，断层式拉到了整个热度值。截止微指持续飙升，各大平台指数围绕王一博，一瞬间破表。这就是人气，这就是真顶流。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而王一博是那个从不设限的探险者。从舞台到雨林，从聚光灯到雪山之巅，他用行动撕掉标签，让广大网友看到一个在不同领域传递正向能量的青年。在为什么王一博这么久不出现，粉丝粘性还这么高这个问题里，评论区出现超多的就是王一博的精神内核。探索心境后的王一博，整个人的风貌发生改变，昔日铺盖包裹的疏离感正在悄然融化，嘴角的笑意多了，倾听的姿态更柔和了，交流的亲和力肉眼可见的拉满。对我来说，我会把对王一博的行动力内化成自我重生的火种。王一博做事风格就是认定后做了再说的哲学，本质是破解了现代人的困局。我们总在等合适的时机，而生活却在此刻行动里生长。像我一样，很多欣赏王一博的人都会把偶像光环转化为自我效能感。王一博的存在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强者不是从不失误，而是从不等待，没有瞻前顾后，没有自我怀疑，只有先做了再说的狠劲。他站在高处，却从不俯视众生，而是踏出一条可复制的生存路径。他让我相信，人生不是彩排，没有准备好的时刻，真正的成长始于你决定行动的那一秒。喜欢一样东西，就会坚持，就会专注，就会不遗余力去探索。王一博步履不停，这股劲是从小练习街舞打磨出来的耐力和坚毅。王一博表里如一，喜欢一样东西，很直接，从不藏着掖着。看他那头大卷毛，加上热爱的攀岩，都笑他是岩羊，可是在我这里分明是洋娃娃，美羊羊的大较量。我们王一博，严肃的脸，调皮的手，好动的脚，小学生的心理，不接受反。巴黎时装周时尚圈层最佳着装，全球会议中中国青年演员代表在新闻联播露面。新期8题的影史经典，唯一篇票房之冠《无名》重映，魅力四射的叶先生即将再次亮相大荧幕。追风者上新播出104轮，收视率依旧最顶。1年多了，王一博依旧顶着那张可爱的脸蛋子，用他那自然清新的演技征服着观众。巨星的魅力，巨星的风采，巨星的天赋。今天就让我们说说年轻的天赋型演员王一博。因为他表现太好，他表现太好了，太真实了，他能把自己很快带入到这个角色，真的一遍就过了。2题金鸡1题华表，但才刚刚27岁的电影人王一博，他注重用神态来表达情绪，通过眼神来表达内心复杂的情感变化，在情绪起伏不大的情况下，也能够精准演绎出内在细腻的层次。了解王一博，他生活中不做作，镜头前有光彩，他是具备启发导演的魅力的超级大明星，更是感受力超强的天赋型演员。天赋型演员并不代表不努力，只是他的感受力和观察力，对角色的理解以及入戏程度要比一般演员更快更敏锐。就比如说在这就是街舞上，因为看到舞者编舞而内心深受触动，眼泪抑制不住的他。我不知道，因为我也可能有类似的经历吧。就比如说献导100周年，导演说王一博一听到恢宏的爱国歌曲就流泪的他，看不到，但是我们能看到他真的是激动的流下。就比如电影《无名》中能迅速领会导演的意味，卡车笑一遍过的他。当最后情况他拍完一条，我也就踏实了。就比如说热烈中看到母亲重新站到舞台上，瞬间入戏，一遍就打造了电影名场面的他。就比如说被导演夸奖有天赋，感受力强，所谓的科班学4年学8年都赶不上他的他。这个你学4年学8年，你告诉我你来一个，这真没天赋。如此这般的例子有太多太多。天赋型演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内心干净纯粹，眼神清澈明亮，做事专注投入，没有杂念。那些真正具备表演天赋的天才演员，往往话少，有足够的沉默，也享受得了孤独。这些特质说的都是王一博。若能遇到能够理解这种沉默的好导演，会使这种演员的魅力被无限放大，而这样的缪斯也绝对能够成就导演的作品。如果这种天赋型演员恰恰长了一副天生的好面孔，那么他会成为一个标志，一个标杆，一个传奇。这说的就是王一博。勇敢迈开你的脚步，
宝贝。我谦谦君子的感觉，我觉得它非常符合我们所要呈现的这个年代。当然，我们有非常好的造型师，我们会让他的发型、他的整个服饰、他的地方感。我觉得他就是像从那个年代里走出来的一样。对，因为现在我对片子太熟悉了，可能还是得大家去看完，大家就会认同我刚才说的这些。对，但是我认为我不会夸大什么，我也不会夸张什么。他确实就是造型做一下，衣服换一下，他就是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人，他的优雅，他的力量感，以及他偶尔展现的一点点脆弱。对，他就是那个时期的人，就是属于那个年代的小孩。一博是我愿意付出的那种人。一博虽然他有很多问题，还没有那么的成熟，但是我愿意为他付出。这是陈耳导演在2021年说过的话。我相信有不少人知道陈耳导演说过这句话，但你可能不知道，陈耳说这句话的时候，王一博就站在旁边。以下出自《人物》杂志对陈耳导演及无名剧组的采访。在拍摄现场，执行导演刘一舟看到过陈耳一次罕见的发脾气。当时有一个旁逸斜出的角色，但是拍了很多遍，效果始终达不到陈耳的要求。在监视器的帐篷边上，陈耳跟担任制片人的太太争执。陈耳说那个演员实在是不行，太太告诉他，就说你多给他一点时间，多给他一点耐心，就是你多怎么样，演员就可以把他调过来的。但陈耳变得很坚决，不是时间和耐心的问题，关键是对方不是那种让自己愿意付出的人。一博是我愿意付出的那种人。一博虽然他有很多问题，还没有那么成熟，但是我愿意为他付出。当时王一博在刘一舟旁边默默地听完了这段对话。刘一舟在拍摄《无名》之前对流量明星并没有概念，但是一博这次的表现是完全颠覆了我对流量明星的某种偏见，完全颠覆。他的那种敬业，他的那种努力，他的那种谦逊，那种拼命，让我非常的佩服。每个人都很喜欢，我们组里没有人不喜欢他。我非常理解陈耳导演为什么会说不是时间和耐心的问题，关键是对方不是那种愿意让自己付出的人，而王一博是我愿意为他付出的人。这跟他在另一个采访中所说的，他很有礼貌，他很得体，然后他也有足够的沉默吧，我正好是一个特别能够去理解这种沉默的人。当被问到难道不是每个演员见到导演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份礼貌和得体吗？他说那不会，其实聊天的时候是很难藏得住的。这段话和愿不愿意付出的那个理论形成了完美闭环。这种努力的感知其实很多人都有，所以很多人追星就只追王一博，大概就是因为和陈耳导演有一样的感知，一博是我愿意负责的那种人。那具体原因是什么，大概了解王一博的人都会知道。